我们从这个现象出发啊，我们有没有可能得出来一个关于慢性的腰疼它的根源性的更本质性的一个结论？您觉得会是什么？这个现象可以清晰地告诉我们，单纯的静止的结构改变，它并不直接等于疼痛和一个功能的障碍。很多慢性的腰痛的根源并不主要是在于那块突出的椎间盘和增生的骨刺本身，而在于维持脊柱稳定整个动力系统出现了问题。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比如说墙壁呀，它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系统包括肌肉的力量和耐力不足，尤其是我们深层的核心稳定肌群。如果这些肌群，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多裂肌等等啊，变得薄弱，它会影响整体的稳定性。那肌肉的协调和平衡能力的下降，肌肉不能在最合适的时间，以最合适的力度收缩来保护我们的脊柱。这也是很关键的。所以关节活动控制出现了异常，也会出现，比如说我们的脊柱的小关节可能存在某些微小的错动或者是僵硬。神经肌肉控制模式的错误也可以，比如说身体可能形成了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发力的习惯和姿势，这种在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其实这个完全是刷新了大家对于腰疼的这个治疗的认知了啊。那基于这个全新的理解，其实现代的康复治疗它的核心的思路和目标您觉得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根本性的一个转变？所以绝大多数非特异性的这种慢性的腰痛，它治疗的核心目标不应仅仅是消除突出的那个椎间盘，这其实很难啊，也怎么说呢？也没有必要，而应该是通过科学的一个康复训练，重建这个动力稳定系统，让我们的肌肉重新前降起来，然后协调的运动起来。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去保护我们的脊柱，这样才能有效的缓解疼痛，预防复发，并恢复良好的功能。这是一个从被动治疗结构到一个主动训练功能的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转变。这个听起来，我不得不说啊，这个听起来有点反常识，对吧？因为我总觉得说，这个哪儿有问题，那得治哪儿啊，对吧？这个骨骼出了问题啊，这个椎间盘出了问题，那他应该治疗它，对吧？那这个硬家伙出现了问题，才应该会疼得那么厉害。但是您刚刚告诉我说，不一定是由于它直接引起的疼痛。确实这样的。这和我们大多数人的直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却是被现代医学研究反复证实的客观事实。影像学检查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要帮助我们看清结构。而当我们把成千上万张这种腰痛的患者的影像和他们的症状对比分析之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个清晰的结论可以浮出水面了。很多慢性的腰痛影像显示的根本不矛盾，往往不在于说是骨头结构的坏没坏，而在于我们整个脊柱运动单元的一个稳不稳。所以这个稳不稳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就是我们的感受以及我们的活动的受限，其实它可能并不是我们要把注意力仅仅放在那一块骨头上，跟它较那个劲，对吧？我们要关注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到底脊柱的稳和不稳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对，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也是现代康复医学和疼痛医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可以把腰椎想象成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结构，建筑结构。那我们椎骨就像是砌在里边的砖块，椎间盘呢就相当于是砖块之间缓冲的那个垫儿。而真正把这个结构牢牢地固定在一起，保证它在各种姿势和运动中都能够保持稳定的，其实是包裹在四周的肌肉和韧带，我们称之为动力性稳定系统。而这个稳定系统呢出现问题，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肌肉变薄啊，或者是耐力下降，
或者是因为长期错误的姿势导致肌肉的不平衡、韧带劳损、肌肉劳损，那整个结构的稳定性其实也会被削弱。这时候，即使您的腰椎椎体，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砖块和缓冲垫，就是椎间盘本身没有严重的损坏呢，但只要这个塔在活动时出现了一个微小的异常的晃动或者是错动，周围的肌肉、韧带、关节囊等等这个软组织就会有被动的牵拉挤压，而发出一个持续性的疼痛信号。所以这种疼痛本身呢，它可能是椎体，但是也很有可能是您的肌肉、韧带等软组织发出的求救信号或报警。它在提醒您什么？我们的力量不够了，这里不稳定了，快帮帮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对这个慢性的腰痛思路应该有一个从被动的接受治疗转向一个主动的去修复功能，即通过科学的健康训练，然后重新强化我们整个稳定系统，这才是治本之策。确实是哈，我们治病要治疗它的本质哈，找到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其实才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所有这一系列的问题。